那研究结果就发现说，很惊人的有进行牵拉的这一组，他的血糖从195下降到牵拉后的。你相信吗？这样的拉筋竟然有可能下降血糖。今天的高医师说就要教大家6个下降血糖的动作，并且我们来实测可以让血糖下降多少。所以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到完哦。首先我要先来测测我的饭前血糖，饭前血糖测出来是103。我们今天就要来吃这个高级的 Seven 便当。我们要花12分钟的时间吃完，吃完之后呢，等2个小时来测测看血糖的结果如何。好，时间到，我们都吃完喽。哇，126。接着要跟大家分享这6个动作哈，这6个动作其实是我看一些期刊，然后整合我们本土的文化跟一些临床的实用性啊。有些动作可能你要做不是很容易做，好像有一个就是脚盘起来做莲花式，然后整个头这样子五体投地哦，常常做了可能就胃食道逆流，就把这个动作删除。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学这6个动作，平常就可以做。第一个运动叫推手伸展，就是很像打太极的时候要这样子，然后要伸展出去。所以我们先绕一个圈之后，让我们的右手出去。那出去之后呢，右手就回来做一个拉筋的动作。好，所以你反复做就是这样子。拉筋可以拉个10秒。好，那另外一手也是一样。这就是我们的推手伸展。做完真的觉得手有点酸。这个动作呢叫做食指上举。我们把我们的2只手10指紧扣，放在头后面。那放着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让手肘往中间打开，所以你手肘不要这样曲着，这样打开，做一个延伸，让上胸可以往前。那往前延伸之后呢，我们可以让食指先维持在这里，维持大概5秒。你会感觉到你的肩膀，不管是上面的斜方肌，或者是你的提肩胛肌，觉得整个都有被拉紧的感觉。接着食指就这样升空了，我们可以往上。好，往上放住1、2、3、4、5，再往下。好，这个时候累了，我们就可以休息大约15秒钟之后，再开始做第2组的运动。接下来我们要做空气游泳，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游泳池游泳？我们做的是这个自由式，自由式手要先往前伸展，尽量往前伸。我接着做一个划手的动作，然后往上，手尽量往上伸展。那换气的时候记得2边可以保持平衡，所以来换完右边换左边。那大部分做的时候头其实要有点低低的这样子，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上臂很酸，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做45秒就可以休息个15秒，然后反复做4到5次。接下来是做股四头肌的牵拉，可以先把股四头肌这样往后拉，拉起来之后我们可以维持5到10秒钟，接着脚再这样上举。如果你平常很容易跌倒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最好旁边有东西可以扶着，有扶手啊，或是你准备一个小拐杖可以马上撑着，否则其实很容易不稳。尤其如果你的脚踝曾经受过伤，做这个动作其实你会觉得，好像会这样子一直摇摇欲坠啊。那我们一样这整个动作可以做45秒之后休息15秒。那在做这个过程当中，重要就是要来活化我们身体这个很关键的肌肉股四头肌啊。这个动作也可以预防肌少症的产生，因为肌少症的人就比较容易跌倒。接下来来做最后2组动作，这2组动作都很适合，可以找一个瑜伽垫，或是找一个平坦的地方。如果你要在床上做也没有关系，床不要太软，否则会让你的腰部的肌肉很有可能受伤。那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平躺下来，就把右脚往上举大约45度。那举着呢，我们可以举大约15秒，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酸，所以举15秒之后，就可以放下来休息大约5秒钟。我建议大家都同一只脚做完2次，那之后再换另外一只脚，这样会让这一只脚它会有比较足够的运动量，维持大约15秒。那如果你觉得15秒真的对你来讲真的太久了，可以10秒，然后休息5秒，10秒再休息5秒。那这样子反复做，一样很快就会做完4组。动作过程觉得脚是很酸，都是正常的现象。记得脚可以稍微背屈，我们往上屈，然后脚可以稍微往脚背这样屈。
最后一个动作呢，则是可以很放轻松的趴着。那趴着之后呢，可以先其中一只脚先把它往上弯，大约弯60度。好，那接着我们就是把左脚稍微上举，不用到很高，一点点就好了。膝盖到地板大概是一个拳头的高度。那我们一样像刚刚这样子，我们做10秒然后休息5秒，做3组，3组一个循环之后，我们就可以休息15秒。因为这个过程中其实脚会很酸。那做完之后，就来看看血糖的状况到底怎么样。看之前，我们要先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2024年的运动医学杂志它是一个回顾性研究，就说其实伸展有极高的潜力是可以降血糖，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是更有效的哦。那所以听到这里，大家一定很好奇，想知道更多，没有错，那赶快订阅高医师说，并加入我们的 LINE， 才不会错过更多这样的影片。那这研究不是空穴来风这个研究就找22名的成年人，他们极有可能会得到糖尿病。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符合4个标准。第一个，工作形态是静态的，常常坐着第二个，他们至少年纪有45岁以上，所以中年了这血糖代谢变得比较差。第三个，他们都比较胖 ，BMI 大于25以上。第四个则是他们过去有第2型糖尿病的家族病史。他把他们分成2组，第一组他们做什么？就是要做这个牵拉。那牵拉40分钟，第二组则是怎样？假牵拉，然后只是这样子就是滥竽充数，没有再认真拉。那他们让他来实验室之后，就喝这个含糖果汁，哇，好开心哦！喝完果汁之后，做了这40分钟之后，来开始验血糖，看血糖的变化怎么样。结果发现说，20分钟之后，这个牵拉组这一组，他血糖下降28。那过了40分钟之后，他的血糖又进一步又下降了24。那相对另外一组则是都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这真的是要大力的来做一个拉筋128。那大家看到我的结果，不晓得是不是觉得高医师你拍这个影片，你自己的血糖又没有降我在那边分析说，为什么我本来是饭后是126，做完之后竟然是128，那最后才勉强的掉到127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血糖冲得不够高。我们如果看这些研究，其实他们血糖都冲很高，所以我可能要吃一些含糖果汁或是一些含糖饮料，不能吃这种这么正派的便当那第二个就是，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是糖尿病病人所以我的血糖可能本来就不会波动那么高本来就被我的身体给压制住所以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我真的还是很建议你拉筋。为什么？我们再来告诉你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找50个第2型糖尿病的患者，年纪中年以上，40到65岁 ，BMI 22到25，所以典型的怎样中年发福啦有钱了，开始没有好身材。那糖尿病的诊断则是已经有6个月以上那空腹血糖大于126那一样把他们分成2组，一组做20分钟的被动拉伸，别人帮他拉了他自己只是被拉那另外一组一样会有别人帮他这样，但是不会去拉伸。这个实验就会在牵拉之前，还有牵拉后马上测，还有牵拉后的20分钟跟牵拉后的1个小时来测血糖。那研究结果就发现说，很惊人的有进行牵拉的这一组，他的血糖从195下降到牵拉后的178.9，而且这个效果可以持续1个小时。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吃完饭在那边搔首弄姿可能会打到同事，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奇怪，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公园怪客。没有关系，跟对照组比起来就有显著的变化，就像这张图所说的一样。那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因为这个被动的牵拉有可能打开我们身体的通道蛋白就像这个 GLUT4 运输蛋白，这个通道蛋白就在细胞上面。当这个通道蛋白被打开的时候，血糖就会从血液里面就一直跑进来，就跑到细胞里面，所以细胞里面的糖分就变多了嘛，那血糖就会下降。而且我们知道40岁之后怎样，查某人剩一支嘴因为他身体的一氧化氮浓度一直下降。所以一下降血管就没有办法扩张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那件事情的时候都只能用嘴巴啦如果我们做牵拉也会怎样？一氧化氮浓度也有可能会上升所以上升之后血液循环变好，会调控身体的一些相关的机能所以你的这种心血管或是末梢的一些并发症也有可能会比较下降所以今天的结论告诉我们说，其实你饭后边走的时候不要闲闲的，我就可以稍微拉筋，或是金鸡独立。如果你是糖尿病的病人，我真的很欢迎你，一定要回去做做看，然后在底下留言告诉广大的糖友，到底做了这个方法是不是对你来讲，其实血糖可以下降的比高医师更好呢？
喜乐心乃是良药，每周六晚上7点，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